黑神话悟空的第3章，我总算是打通了。总结起来就是小怪超神 ，BOSS 放水。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虚公独城。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考据式通关的第16期。我们今天就给第3章小西天收尾，一边慢通一边挖掘所见文物的原型，建筑为主，其余为辅。上期我们把大雄宝殿内的玄素讲了，这期我们就把小雷音寺其他的内容给收拢一下。说小雷音寺之前，我们先去趟六丁六甲村。之前在陈龙那边浇了种子，现在好几天过去了，该把种出来的草药给收回来了。然后我们找到虚狗，连买丹再炼丹，现在多了好几样丹药，正好把现有的丹药给考证一遍。义气高的文物原型是明代文物宣德双吃铜葫芦瓶，看这个场景像是博物馆，但出自哪家博物馆就实在找不到了，也不知道游客从哪儿倒腾来的。灯仙伞的文物原型是这件清代文物矾红描金葫芦瓶，以前在拍卖网站上还有链接，但如今这些链接都打不开了，估计是有人买走了。巨真伏虎丸的文物原型是这件明代的黑釉葫芦瓶，这是正八经的景德镇瓷器，但如今它已经流失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了。青参伞的文物原型是宋代文物景德镇窑青白釉倒流壶，看水印就知道它现被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清凉伞被我吃光了，它的文物原型是这件季兰釉铁锈斑蒜头瓶，出自景德镇窑，原链接已经打不开了，所以连张好图都没有了。最后镜中丹的文物原型是明代的鸽釉葫芦瓶，这件文物也被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其余的药品之前大都解析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此外中途漏掉的其他内容我们今天也一并补上。就刚打完魔将妙音的那座塔，它下一个土地庙的附近用的便是重庆大足石刻的地狱变相，不过这边的取景方式是相对完整的取景，和预告片里的完全不一样。至于具体哪里不一样，可以详见我地狱变相的那期视频。好，现在我们回到小雷音寺的山门区域，门口的牌匾是元平会稽寺的八仙匾复用，这里不再赘述。如果走在地面视角，能发现这套大石柱础上边是有字的，这上边的内容就是著名的大悲咒了。穿过山门就抵达了小雷音寺的天王殿，天王殿门口有个拿双刀的僧人，很难打，而且每次都会刷新，我就不想打他，就想从侧面绕过去，结果侧面不仅没有路，还有一些拳脚特别厉害的盲僧，又害得我打了半天。这一波虽然没找到路，但找到了山西高平铁佛寺的素材复用，这个位置用的就是铁佛寺主佛下方的造像，那还得走天王殿进去。我们先用航拍视角看看天王殿，这个结构原型酷似河北正定的龙兴寺摩尼殿，两侧同是小型歇山顶建筑，且山花面向外，但是游戏里又在前边多出了一个爆煞。爆煞前的天王殿牌匾明显用的是四川平武报恩寺的天王殿牌匾，现实中的后方建筑是正常的重檐歇山顶，游戏中上方的歇山顶给塑成了特别小的样子，但这个轮廓仍然是非常好认的。既然要走天王殿门口，那这个恶心的双刀僧该打也得打，反正费了挺多时间，总算是给他打死了。现在看天王殿内，天王殿的主尊放的是世尊释迦牟尼，左右为阿难迦摄，他取景自蓝田水洛庵的释迦牟尼像。现实中的天王殿主尊放的都是弥勒佛，以笑脸迎接来客，或者像山西平遥双林寺放的是成佛之前的弥勒天官菩萨，里外里还是弥勒，在游戏里倒反天罡了，让世尊守门来了。黄梅这老小子是真够狂啊！佛两侧的灯则是广东佛山大观博物馆的东汉青铜灯，第3章从头到尾点的全是这种灯。走到后边有个盲僧捣乱，不让我看造像，那我们就蓄力重棍风筝他，千万别贪刀，贪刀就会挨揍，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但豁出去混血照样也能打死他。现在清静了，我们来看后边主位的菩萨，此处的菩萨造像仍然取景自陕西蓝田水洛庵中这尊拿葫芦的菩萨，左右两侧是佛的斜视造像，在游戏里边给做成巨大的个头了。右侧山面的造像仍然取自蓝田水洛庵中这尊安置在玄素中的佛像，正面照片实在找不到，所以主要得通过侧面悬塑的姿势来辨认。前面墙上是北京居庸关云台的浮雕，后边墙上浮雕基本都是它。背面的佛像取景的则是这尊头顶有建筑遮风挡雨的佛，它仍然出自蓝田水洛庵，左右悬塑造型也是相同的。左右两侧的斜视造像还是刚才提到的斜视造像复用，故不重复解说。对面的佛像则是前几集中水洛庵孔雀明王造像的复用。至此我们就逛完了一整座天王殿。
天王殿的后边是一座单檐歇山顶的大殿，但我们从天王殿出来之后，能在登上月台之前第一时间看到这一组浮雕，它就取景自重庆大足石刻宝顶山的观无量寿佛经变相。我们之前说过它3、4次了，这里不多说了，在我主页搜大足石刻有详解。就月台前面这几个殿萨实在是太烦人了，幸亏这几个货血少好打，要是血多还麻烦了。回看视频时才发现，我的真丸雷火印就是在这边掉的，之前考证过了，这里不赘述。在进入中间大殿之前，我突然想起来，狐狸任务就在左侧建筑群里，要不先把任务做了吧。变成狐狸冲进左边建筑后，发现这屋子里全是盲僧，并不是做任务的地方。最后往里走到很深的位置，才发现了狐狸任务的真正入口。殿内的老僧不空是黄梅的大弟子，也是在第2章的末尾动画中杀害那只狐狸的书生。因为他日夜不安，所以在这里出家为僧，日夜诵经忏悔，但一直心下负疚，看来只能让他永远安息了。黄梅的4大弟子里，不空是我唯一一个一次性过关的。对于我这个水平的玩家来说，希望游客将来出 BOSS 都定在这个难度，方便我们考据。打完不空，我们可以速地回极乐谷快活林，去到揭晓狐狸任务的地方去交任务。当狐狸的怨气化解之后，一直躺在我们背包里的白狐毫就不再是变身道具了，而是真丸了。而不空场景背后的巨大金色观音便取景自重庆大足石刻的千手观音造像。此尊造像共有830多只手，是当代的专家用仪器数出来的。没想到它被用在小雷音寺了。各位可以在我的主页找到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那期视频，内有此处的详解。在不空一侧的院落中，还有这样的一座五殿顶大殿，它很明显取景自河北玉县灵岩寺的大雄宝殿。哎呦，谢天谢地了，可算找到这边了。一开始是网友给我发图说找到这个五殿顶大殿没有啊，然后我就全网找它的位置，就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在不白的附近，我就去不白那边搜了，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被我漏掉的真丸未来珠，它的文物原型便是魏晋时期的琉璃彩珠，但资料有限，未能了解到它更多的信息。同时路上还找到了一个被漏掉的宝箱，它的文物原型便是陕西宝鸡法门寺博物馆的鎏金双狮纹灵弧形圈足银盒。而且这个宝箱后边的栅栏是可以打碎的，后边还藏着个打坐点呢。不过这边有个海上僧拦路，这没什么可说的，把技能通通交干净了。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尽快把他打死，不然他真能一套秒了我们。最后费了好大劲，总算是把不白附近的这条岔路给找到了。路并不难走，几乎没有额外的分叉，就是长了点儿。这一路过来没找到这座五殿顶大殿，倒是把燃葫芦和响韵给找到了，这些后期都有用的。到最后我才明白，不是不白附近，而是不空附近。这地方我来过，宝箱都开了，但是让高处的那些殿萨打得太狼狈了，就没敢在此处久留，所以就错过了这处建筑。在不空这一侧的建筑中，还能看到熟悉的马哥，这里要找他对话。如果你这位置没有马哥，记得去第1、第2章找马哥对话。第1章在白衣秀士附近，第2章在风虎那口井的附近，而且对话必须要对到重复为止，才能把马哥带进第3章。马哥对话结束之后，不空这一侧的任务基本就全都搞定了。现在我们离开这边，准备去中殿。这是一座宽阔的歇山顶大殿，但我们不能只叫它中殿。虽说它前边没有为大殿命名的牌匾，但我们可以根据造像给它重新起名。刚一进来就看到蓝田水陆庵的药师佛及其左右斜侍卫的造像。既然药师佛在主位，那么此殿或许就可以叫药师殿了。我们不叫它药王殿，是因为容易有歧义。因为现实中的药王殿经常供奉药王孙思邈，所以容易混淆。而小雷音寺药王殿的山面放的则是巨大的斜视造像。因为空手，所以是阿弥陀佛的斜视造像，对面则是阿弥陀佛另一侧的斜视造像，复用多次不赘述。背面结禅定印的佛就是阿弥陀佛本尊。最后我们来看藻井，此处藻井的取景地仍然是山西大同善化寺的藻井，这次连周边的木座都给取景进去了，非常好认。至此我们就逛完了一整座的药王殿，该去右边打不净和尚了。途中经过了一座这样的塔，这座塔便是在之前多次复用的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的治平寺石塔，差点就没认出来。
这个场景本来还有俩浇面鬼王，这段素材我忘了录了，不过就是拿出全部资源先拼死一个，然后土地庙调息，再拼死另外一个，这块就安静了。而不敬所在的建筑又是之前贾都勒寺观音阁的复用，也就是和葫芦仙人喝酒场景的建筑。不敬也很好打，差不多也是拿连滚键盘都能打赢的水准，就带着猴子猴孙一顿花棍，攒点豆就上重击，打完这一轮他差不多也就挂掉了。不敬背后的这尊佛像还是蓝田水陆庵的药师佛，多次复用了，而不敬所在房间的大门则是复用了山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的门。此外，不敬这一边还有个海上僧精魄得拿，路途中看到的这处牌匾便是四川平武报恩寺的牌匾，赤剑报恩寺。至于海上僧，我承认我打不过你，那就宗门之力转瞬即逝，拿了精魄再从附近搜搜宝箱就可以走人了。最后我们来到大雄宝殿，准备干黄梅了。大雄宝殿的外景用的也是大同华严寺的外景，最起码牌匾是一样的。远方中间的这座塔，我看它是真的很像应县木塔，但实际上并不是，它是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的延庆寺塔，外形简直是一模一样，游客的浙江取景地好多哎。进大雄宝殿之后，就是那段开场动画了，而那句被我们期待多年的台词，也终于在此刻变成了现实。既见未来，为何不败？我原本打算开宗门之力打黄梅，后来发现黄梅并没多厉害，比我预期的难度低了很多。一阶段时我们提前开好禁字诀，加点就加劈棍、禁字诀和物理攻击，趁他飙垃圾话的时候就蓄力3段重棍敲他，敲完了再打一套轻棍，就这么循环。一阶段很快就完事儿了，残血了没关系，进2阶段会给补满的。然后进入2阶段，被吸进人种袋里，和猪八戒一起打赤尻马猴，多死几次没关系，出去正好把禁字诀换成定身术。这个阶段不能莽，最重要的就是躲技能，趁机用轻棍各种敲，把赤尻马猴的血线一点点磨下来。重棍的作用一般般，因为赤尻马猴专门擅长躲重棍，所以非常难以打中它。很快第2阶段搞定了，这次是永远的击杀了赤尻马猴。刚进入3阶段的时候，黄梅会把我们变成赤尻马猴，路上砍碎各种造像。这个阶段没什么可说的，反正我能挤则挤，挤不过去则杀。3阶段多死几次没关系，出去再把禁字诀换回来。黄梅就在4个角传送飙垃圾话，我们有的是时间蓄力3段重棍，变金身也不怕，3段重棍照样能破。剩余的时间就打打棍花攒豆，躲躲技能，然后就用3段重棍敲他脑袋，就这么循环。好，最后黄梅败局已定，我们蓄力3段直接敲，主打一个短平快，然后就打过了。这宗门之力都完全没班上。最后黄梅到冰面上，咔嚓一下掉进湖里了，生死未卜。这样的牛逼人物应该不会轻易淹死吧？这时候弥勒出来了，从水里调出了大圣的第3件根器。本章的内容也就此完结。至此我们发现第3章的弥勒佛绝不像第2章的灵吉菩萨那么狼狈，他全程都很淡定，整个就是一个吃瓜群众，一边吃瓜一边看黄梅表演。在他的眼里，黄梅整个就一电子宠物，堪称是小雷音寺甜甜圈。这货收了4个徒弟，不空、不能、不净、不白，对应悟空、悟能、悟净、小白龙。本想恶心唐僧一把，结果自己唐完了，纯变成了一个经验包。好，我们的慢通考据通关之旅就先不往后推进了。那干什么呢？当然是把之前跳过的3、4、5期先给补上，起码在国庆前后凑齐一个完整的上半部分。更完16集，后边衔接第3集的，估计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这也算是个绝无仅有的案例了吧。那么下期内容我们不见不散。